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来说说德国最新的养老金的情况。因为有个网友 Tracy said 问了这个问题。在我们印象当中，德国是一个工业非常发达的国家，它的 GDP 也非常高，它的人均收入相对来说也非常高，至少呢，从目前统计数字来看，可以排进世界的至少要前20名。所以相对来说呢，是一个高收入的国家。那么我们很多人就自然而然的认为，那德国的老人他们退休金绝对是很高的，很舒服，对吧？而且我们可能很多看到国内的自媒体啊，或者是官方媒体，偶尔可能也会介绍像德国的那养老的情况。反正我相信啊，每一个不知道德国情况的人，肯定会认为德国人的养老金非常高，会过得非常舒服。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今天我就来拔拔德国养老金的底裤。网友们，现在我们看到是德国《时代报》的一篇报道，是2个多月前2020年12月份刊登的。它这篇报道是专门说德国法定的养老金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里是平均法定养老金低于1000欧元。这个词是表示男的退休人员的意思，老爷爷每个月只有982欧元，女的甚至更少。好，我们看正文，982这是男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里是女的意思，每个月要比男的少425欧元。我们看到982减掉425等于是557。大家听好了啊，德国每个老太太退休人员只有每个月557欧元，然后退休的男的982，男女相差35%。这些都是税前的啊，也就是呢，在德国养老金还要交税，另外呢，还要从养老金拿钱出来买医疗保险。我们再往下，在西德，1/4的退休人员，男的女的都算进来，他们缴纳40年的养老保险，但是呢，最后税前的吧，少于1000欧元。甚至在东德的高达1/3的人，他们的法定养老金低于1000欧元，这是指呢缴纳了40年的养老保险。这就是德国的现状。刚才我们看了德国媒体的报道，2个月前，所以这个信息非常新，也是非常可信的。我想看到这里之后，连我在这里住了20多年的人都对这个数据感到非常的惊奇，因为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。我原来在别的地方看到德国统计局的发布的统计数字，说德国平均养老金每个人男的有1200欧元。我觉得这1200欧元可能是连他私人养老金也算进去的。对呀，在这里刚才说了，这媒体的刚才的报道，它是指法定养老金，是男的982，女的是557，非常非常低，对吧？所以很多年前德国政府就呼吁了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是大概15年前他就呼吁了。当时默克就呼吁德国人，你们一定要投保私人养老金，到时你们的法定养老金不够的，你们会迎来老人的贫困。看来是真的，因为我做这视频之后，我就特别爱观察德国的方方面面很小的地方。我想在德国长期居住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，就是说，特别是大城市的，经常会看见有的人去垃圾箱里面去找那个瓶子，因为德国的瓶子它是有押金的，每一个瓶子多的有2毛5，少的有8分钱，少的就是啤酒瓶，那玻璃的是8分钱，那个多的2毛5的一般是塑料的。你找到这个瓶子以后，拿到超市里面，它专门有个退押金的那个机器，你投进去以后按一下，然后呢那收条就出来，然后到收款那个地方把那个钱把它拿回来，把押金拿回来。有不少的人这样做，有的一天可能能够赚10欧元、5欧元，能够贴补一下他的家用。这就是德国老年真正的贫困的现状啊。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但是呢有一定的比例，老年贫困在德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另外，德国号称呢是一个富裕的国家，同样我看了刚才统计数字，有16.5%的人他受到贫困的威胁。另外呢，还有21.5%的儿童也受到了儿童贫困的威胁。所以在哪里都有自己的问题，并不是说到处都有金子。像这种特别富裕的国家，你看都有老年贫困、儿童贫困的问题。还有，我在那篇文章当中，我刚才就说了一点，
他这个退休金982男的啊，然后老太太557，他是税前的，还要交税。另外呢，还要从这个982或者是从557当中要拿出钱来，还要买医疗保险。我刚才看了，医疗保险还有个护理险加起来要扣掉10.35%左右，也就是说从982要扣掉大概是100欧元左右，从557是女的退休金要扣掉大概57欧元左右，最后拿到手的就非常少了。也就是说，男的退休人员拿到手的是880欧元左右，女的拿到手的只有500欧元左右。500是多少呢？人民币是4000。在中国大陆不少城镇的人员，他们的退休金可能达到和超过这4000了。大家听到我刚才说的，是不是感到非常意外呢？这不是我吹牛或是故意贬低德国啊，这是真正的现况。我在德国，大家想想看，我能够拿到德国法定养老金多少？说出来吓你一跳，我能够拿到550欧元税前的养老金，550欧元，要交税。但是我这个收入太低了，是免税的。但是呢，我要从550欧元里面拿出钱来买医疗保险，10.35%。也就是说，我倒是最多能够拿到500欧元，就相当于4000人民币左右一个月，我的养老金缴纳了10年。后来我自己出来创业之后，我就不交了，因为我还是宁可自己每个月存钱，自己为自己养老。我觉得这样更合算一点。在德国也可以投保私人养老保险，但是呢，要看你雇主帮不帮你一起投保。另外一个是你私人年轻的时候你要着手它，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着手，那太晚了。目前没有统计数字，到底有多少人有私人养老保险？我估计呢，最多是1/3最多，而且它的金额也可能也是在法定养老保险的1/3左右，也就是大概是300到350欧元左右一个月，也就是原来是980多男的啊，那你可能私人养老保险可能又有一个300左右，也就是1200左右啊，1200、1300也不多啊。你还要交一部分税呢，还要买医疗保险呢，那到手的也就是可能1000、1100，也不多啊。我今天说这个话题，主要是为了大家能够有个比较，一个横向的比较。比如说拿中国大陆的，或是台湾的，或是香港的，或是美国、日本的，跟德国比一比，到底养老金是多少，对吧？现在我们看 Tracy said 这网友问的问题，他说啊，芝士，我问个问题，前提一对夫妇只有一方工作，另一方一直没有工作。第一个问题，两个都到了退休年龄，两个人都只领工作方面的退休金吗？本来退休金就低，怎么才能养活两个老人？据说德国退休老人的生活还是蛮好的，这是事实吗？首先，我觉得不是事实，或是只有一部分对的。前面我们看了啊，德国平均退休金只有男的982，对吧？女的是557。你说这样的退休生活能好吗？大家不要忘了，德国大部分的人55%以上的人，他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，特别是在城市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城市看见大部分老人，他们每月都要交什么呢？房租。而且现在房租一年比一年贵。也就是说，一对老夫妇在城里面，他是要交房租的话，每年他的房租可能会占到他的退休金要1半或是更多以上。两个退休人员只有一方工作，两个人只领工作方面养老金吗？是的，如果你没有私人投保，那只领法定的，就是那么多。本来退休金又低，怎么能够养活两个老人呢？如果比如说你们两个老人退休金每个月只有1000欧元，那他们怎么活下去呢？很难呐。假如他们的房租是600欧元，那么只剩下400欧元了，对吧？400欧元还要买医疗保险，医疗保险是两个人的，我算你去掉150欧元，那只剩下现在250欧元，250欧元连吃饭都不够，或是刚刚够吃饭。250欧元绝对生活不下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去街上捡那个带样间的瓶子，或者是申请社会救济。像他们这那么低的收入，应该可以去申请社会救济。
那社会救济是怎么样的呢？德国叫 Hartz IV，Hartz 4的意思。Hartz 它就是社会救济的一个代名词。我假设一下啊，两个老人他退休金加起来只有1000欧元，他们交房租要600，然后只剩下400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400还要买医疗保险，又去了100多，也就呢剩下可能只有250了。所有的费用，吃饭的、电话的，其他所有的费用都在里面，在德国绝对不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只剩下了250欧元，你连活下去都不行，怎么办？所以我刚才前面说的，有的老人到街上去翻那个垃圾桶，其实在德国是真正出现的。还有呢，可以领社会救济，这个时候你就去社会救济局去申请，他批不批准我不知道，但是呢有这条道路，因为你收入实在太低了，我估计呢你是可以领到的。目前2021年，第一个人可以领到446欧元，他政府是帮你交房租的，也就是呢600欧元他帮你交了。第一个人补助446欧元，第二个人补助300多欧元，然后呢两个人加起来补助你800多欧元。我相信如果是政府帮你交了房租之后，你还能够得到两个人得到800多欧元，这两个人能够活下去了。但是是最低的生活标准了啊。你说德国退休老人生活是蛮好，那是看什么人。如果你的退休金高的，比如说你达到2000欧元、3000欧元一个月，那可以说你的退休生活还可以，但好我觉得说不上，是因为如果有一天你的行动不便了，或是需要人家照顾了，在养老院每一个床位啊要3000多欧元一个月，3000多，想想看，每个退休人员男的只有900多，但是他一个床位要3000多，所以这是富人才能够负担得起的，普通的人你想都不用想。我再补充第一个问题，在德国，如果你养育过孩子的母亲，每个月现在可以领到大概是85欧元，每个孩子啊。如果你是2个孩子的母亲，那你就可以领到170等等。还有，原来如果是你护理过你原来的直系亲属，比如说你的原来的爸爸妈妈或是外公外婆，那么每个月也可以领到，你要看你护理多少年，可能每个月很少，每个月可能多5欧元、10欧元、30欧元最多了这样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母亲原来她养育过4个孩子，然后呢护理她原来的父母到老到死，也许她每个月可以领到大概300欧元的养老金。如果她原来从来没有工作过的话，这不多啊。她帮国家做出了贡献，但是呢只领到你看一个孩子只有85欧元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，春喜问的啊，他说，如果工作方没有到退休年龄就挂了，那他之前所交的养老保险、养老金就没有了吗？谁来支持一直没有工作的一方的生活？德国政府这方面是怎么处理的？好，在这里我可以说说我的意见，应该是比较正确的。如果他是结了婚的，另外一方的配偶还在，那么这不用担心，即使他挂了，这配偶到退休年龄之后，他可以自动得到他的退休金，但是呢，只能够领60%。第三个问题，如果工作方在符合退休年龄后几年就挂了，一直未工作的一方是否能拿到工作方的退休金？是的，这个跟上面的第2点是一样的。第4点，如果一个人他是单身，一直工作，一直缴纳养老保险，但是刚好到了退休年龄就挂了，德国政府会怎么做？这点可以告诉大家，他所有的养老金就是交给德国政府了。任何一个人1分钱拿不到，因为他是单身。刚才说的是法定养老金，如果他买了私人养老保险，当然这部分他的继承人可以拿到，因为这是他私人的财产啊。网友们看到这里，我想大家有点感悟，就是说我们了解另外一个国家，千万不能只看我们国内自己的媒体报道，因为国内的媒体，不管你是哪个国家，国内的媒体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不可能知道另外一个国家实际的情况，或者不可能全部知道另外一个国家实际的情况。现在德国，如果我不告诉大家，或是没有看到类似的节目啊，可能在国内的人不可能知道德国这方面养老金的情况，对吧？
可能我们在国内人认为看到好莱坞电影啊，或是看到国外电视里面看到人家，你看养老之后到这里去旅行，到那里去旅行，觉得非常潇洒一样。我没有这个统计数字啊，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他们养老生活并不轻松，他们能够不饿死就不错了，别说什么退休有品质的生活。德国政府以前自己就承认了存在老年人的贫困问题非常严重，所以我在我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，并不是我们心目中想象外国总是那么完美。如果你了解了真相之后，你就知道其实呢，外国的月亮也并不一定比国内圆。现在我来说说我的退休打算，我当然已经做好打算了，因为前面我们看到我前面说过，我的法定退休金只有550欧元，还要买那个医疗保险，所以最后剩下的可能连吃饭都不够，或是刚够吃饭，怎么办？我很早就打算了，从我工作开始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每个月存钱，因为靠国家完全靠不住，只能靠一部分，所以在哪个国家都一样，你光是靠国家是靠不住的，国家能保证你不饿死，但是没有任何生活质量。每个月存钱呢，我是这样打算的，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啊，到我退休的时候，可能每个月租那个房子的租金每个月有2000多欧元，我的退休金有500多欧元，加起来可能3000欧元左右。然后我的那位他可能有2000多欧元，我们家一起有5000多欧元。如果没有病，肯定足够了；有病的话，肯定不够，因为一个床位刚才说了就要3000多、4000欧元，所以不敢大意啊，不能放松啊，还是要存钱。所以到老的时候，如果把全部房子卖掉，留一套自己住，那么今后每个月就是吃我们的卖房子的钱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这样。到时可能做一点投资，希望呢能够保持现在生活质量，或者稍微提高一点，但是大富大贵没有，所以根本就不能说实现所谓的财务自由，根本就达不到，不敢想，只是一种奢望，一种梦想，永远达不到。结束今天话题之前，我再小结下，我们这个话题呢是讲德国退休金的，而且是法定退休金。按照统计数字，男的法定退休金只有982欧元，女的只有557欧元，而这是税前的，他们要交税，另外要从这收入当中拿出一部分出来，10.35%来买医疗保险。但是呢，德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房子，所以还要交房租、吃饭等等。所以德国老人如果没有私人养老金，其实生活根本就不轻松。那些德吹啊、美吹啊，他们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真实情况的。所以啊，我的感悟是在哪里养老不能光靠政府。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德国的月亮不一定比国内的圆，美国的月亮也不一定比国内圆，每个国家都有它的问题。德国政府原来早就呼吁了，如果你不自己投保私人养老保险，那么你老来贫困是肯定的。政府说的没错啊，政府已经告诉你了。我今天告诉大家的没有半点贬低德国的意思，都是德国媒体、德国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话题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请在下面留言，可以告诉我，比如说你们在国内你知道你父母的或是你自己的养老金的情况，大家做一个对比。德国是那么多，那中国、美国、日本还有你们比如说台湾、香港的呢，大家可以横向对比一下，然后你就知道，心里就有一把尺了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